当 AI 真的强大到能够控制我们的行为与思维，我们人类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一场潜在的未来危机？甚至 AI 会不会有一天脱离我们的掌控，反过来奴役我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不要评书，我是不小王子。今天要来聊的书呢，是哈拉瑞的新书《连接：从石器时代到 AI 纪元》。因为《人类大历史》和《人类大命运》这两本书，让哈拉瑞成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那个之一。哈拉瑞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级的历史学家，从 AI 如何改变未来到人类互相信任的机制，他几乎无所不谈。听他讲 AI 的内容，你会忘记他原本的职业，而觉得他是一个未来学家。这是他的新书，核心就是谈资讯的发展历史。对哈拉瑞来说，历史的主角一直都是资讯，不是人类。我们的社会变迁、社会进步，全都是因为我们能传播资讯。他甚至认为，资讯就是现代人类最强大的武器。然后这个主题不知道会不会让人想到上一期强暴、病菌与钢铁我们所谈的主题哦。两者其实都在说同一个道理，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透过资讯与工具来取得优势。然后这边来推荐一下，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欢迎按赞这部影片，并订阅我，打开小铃铛。你们的不小支持也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回到这本书，哈拉瑞认为资讯是连接社会的胶水。在他看来，人类的认知革命不仅让我们能思考、想象，也让我们可以创造共识，让大家从这个个体凝聚成为一个社会。无论是道德、宗教、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我们用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共识。而因为我们认同这些共识，社会才能运作，文明才能延续。所以换句话说，大家的想象力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隐形之手。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这本书取名为 Nexus， 意思就是连结。不过哈拉瑞也有他的担忧，如果 AI 强大到能掌控我们接收的资讯，甚至取代我们的想象力，那会发生什么？当 AI 控制了网络，决定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不是就不再存在了？想象一下，有一天 AI 控制了网络，决定我们该相信什么，那时候人类还剩下什么样决定的权利呢？人类是不是也就 game over 了？而这样的未来会有两点让人非常担心。第一， AI 可能会加剧人类之间的冲突，像冷战时期的铁幕一样，未来可能会出现细幕，由细晶片和演算法组成的新型战场，带来全球冲突 AI 的军备竞赛，让即使是一个小火花，也可能引发毁灭性的火灾。第二，心目分隔的不只是人类，还可能是人类和 AI 心灵主。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被一个看不见的演算法控制，而我们却无法理解它，更别说去改变它。未来的极权主义也许并不是某个人类独裁者，不是中国、俄罗斯或是后民主的美国，而是一个超越我们理解的 AI 系统。哈拉瑞写这本书的原因很简单，他想搞清楚资讯的本质，以及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是如何演变的。他认为，想要掌控未来的 AI， 我们必须彻底了解资讯的本质还有趋势，否则我们将会被它给控制。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哈拉瑞的思路，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 ：AI 到底会不会颠覆人类？首先，我们会讨论资讯的本质。在互联网和电脑出现之前，资讯是如何在人类社会中流动并塑造共识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网际网络和电脑出现后，资讯传播方式如何彻底变革，让资讯成为一种资源，甚至主宰了经济的力量。最后我们会探讨，当 AI 真的强大到可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潜在的未来危机。好的，随着讨论一开始，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资讯？其实资讯就是各种被赋予额外意义的人造符号，包括语言和文字，甚至就连图像都可以是。这样的说法可能太抽象，好像是在圣经神话里的那场大洪水。诺亚之所以能知道洪水终于退去，是因为他从方舟里放出的鸽子叫着橄榄枝回来了。接着，上帝让一道彩虹出现在云中，作为承诺，不再用洪水淹没地球的神圣符号。就这样，鸽子、橄榄枝与彩虹从此就成了和平与宽容的代表符号。单独来看，鸽子、橄榄枝与彩虹都只是单独的物体，却只有这样变成了某种象征符号。当看到它们出现，就会是一种资讯。这也带出了一个大众很容易出现的误解，很多人觉得资讯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如实反映了事实。如果资讯被扭曲了，那它就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真理就应该是资讯的最高级形式。但哈拉瑞觉得这种想法也太天真了。他认为资讯的真正价值在于把人类给组织起来，让大家相信并用它来指导行动。那这个资讯就拥有了生命力，可以把不同的人事物连接起来。这就是书名的由来。一切的重点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怎么用资讯给连接起来的。
就像是占星术，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今天仍有无数人相信它。这产业在2021年甚至估值超过128亿美元。那为什么虚构的资讯更容易获得认同？哈拉瑞提出2个理由。第一，虚构的资讯故事要多简单就可以有多简单啊。但是真理真相却往往很复杂，因为它要呈现出现实，而现实包含了各方立场的不单纯思考。第二，真相往往令人痛苦不安，像是以色列总统参选的时候，不会说占领巴勒斯坦带给当地人的苦难，而是让大家想想过去犹太人的光荣。换个角度思考，你有看过哪位政治家公开谈自己民族的错误而获胜的吗？接着，哈拉瑞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不是因为我们获取资讯的能力，而是我们能透过资讯创造意义，并连接宇宙万物。这些连接会带来全新的价值观和情感，对我们的行为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资讯一旦被人类所创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还会根据人类社会结构与技术的进步发展，自我调整进化。讲到故事的重要性，它在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中诞生，并成为人类心智与社会合作的关键。透过故事，人们可以跨越血缘和文化，连接成一个庞大的共同体。像是11亿天主教徒，就是靠圣经和其他重要基督宗教故事连成一心；还有14亿的中国公民，也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华民族主义的故事连成一气。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80亿成员，也都是相信了同一套关于货币、企业与品牌的故事。所以，故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创造第3层次的现实。在故事诞生之前，只有2种现实，一种是客观现实，指的是那些不管我们知不知道、看不看到都存在的东西，像是一座山、一条河；另一种呢是主观现实，就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像是痛苦、欢乐、爱这些情绪。而故事创造出的主体间现实是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它既有真实的成分，也有一些虚构的元素。透过这些共识，大家就像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家对某件事达成共识，不管它有多少是真实的，反正大家都信了。我们就拿谢尔阿米与麋鹿大军这个故事当例子吧。1918年，美国一营士兵被困在德军后方，炮火误炸了自己人，情况超级危急。指挥官只好依靠一支军信鸽谢尔阿米，让他带着求救讯号飞回支部。故事说，这只鸽子穿越德军重重炮火，身负重伤，断腿瞎眼，却成功将讯息送达，救了全营士兵。这只鸽子后来成了战争英雄，还有儿童书、电影甚至诗歌来歌颂他的英勇事迹。但事实上，师部早在鸽子抵达前就知道他们的位置，真正救他们的可能不是这只鸽子。然而，这个英雄故事太有宣传价值了，大家就这么相信。鸽子的遗体甚至成了史密森博物馆里的明星展品。这说明了故事根本不用管到底是不是100%真实的，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我们内心里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并形成一种连结。哈拉瑞说的主体间现实，其实就是这种通过故事和共识创造出来的世界。它既真实又虚构，但这并不妨碍它改变我们的情感和行动。所以，资讯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传达真相的工具，更是创造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力量。而虚构的资讯常常比真相更具力量，因为它能凝聚人心，让社会运作得更顺畅。当然，这样的虚构也是有风险的。如果我们太依赖这种虚构，可能会面临难以应对的变化。读到这里，不知道你开始有没有一点感觉到，资讯它不只是传递事实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个变化应该算是显而易见吧？我们正活在一场前所未见的资讯革命中，但这到底是一场怎么样的革命呢？这个革命是因为电脑出现了。过去的资讯传播，无论是透过语言、印刷机还是无线电，传播的成员都是人。科技只是帮助加快传播的速度，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电脑和网际网络不仅让资讯传递变得瞬间全球同步，还让电脑本身变成资讯网络中的一员，而人工智慧技术的崛起，更是让电脑的地位节节攀升。随着智能机器的发展，它不仅能自己做决定，还能创造出新的想法，这也标志着历史上第一次做决定的权利从人类手中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在过去，像十字弓、火枪，甚至原子弹这些武器，虽然能代替人类的力量去杀人，但却无法代替人类的大脑来决定要怎么做。像是被投到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小男孩爆炸威力惊人，但他的脑袋是空的，什么事都无法自己做决定。而电脑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超越了火枪和原子弹这些武器，它在智能方面也超越了所有过去的资讯技术，像是泥板、印刷机甚至收音机这些东西。泥板只能储存像税务这种资讯，却无法自己决定要收多少税，也无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税目。
印刷机等复制圣经这类书籍，但它决定不了圣经要收录哪些篇章，更别说经典上加注新的解释了。收音机也只能播放政治演讲或是交响乐，却不能自己创造一场演讲或是谱写出新的交响曲。但这些对现在的电脑来说都不再是难事。过去的工具，无论是印刷机还是收音机，都是人类手里的被动工具，而现在的电脑正在从被动工具变成一个主动的角色，甚至逐渐摆脱了人类的掌控和理解，开始主动影响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走向。这么看来，智能机器不仅是工具，甚至还担当起了决策者的角色。讲到这里，只是内心有点侥幸，觉得这都还不会发生。我们每天滑手机沉迷的各种社交平台、短视频，就是 AI 在背后玩弄我们。这些平台会根据我们提供的数据，用演算法推送量身定制的内容，给每个人制造出不一样的资讯空间。我们就像被这个空间给困住了一样，久而久之，视野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说到电脑所掌控的新力量，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社群媒体演算法在许多国家是如何散播仇恨、破坏社会凝聚。其中最著名也最让人发指的事件，就是发生在2016年到2017年的缅甸。当时，脸书的演算法助长了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风潮。故事要从2010年缅甸的自由化开始说起。经过数十年的军事统治和国际制裁，缅甸终于迎来了一个更自由的时代。选举重启，国际援助涌入，也包含了脸书。随着政府放松管制，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却开始升温，特别是在占多数的佛教徒和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之间。这股仇恨很大部分来自脸书上疯传的虚假讯息和夸大的谣言。在2016年，脸书已经是缅甸数百万人的主要新闻来源，许多报道甚至会直接称罗兴亚人为恐怖分子，导致整个社会开始将罗兴亚人视为敌人。当脸书的假新闻开始疯传，煽动着罗兴亚人的仇恨情绪，导致一个名叫诺开罗兴亚救世军的小型军事组织发动了武装攻击，而佛教极端分子和缅甸军队则借此展开了对罗兴亚社群的全面种族清洗，导致2万人丧命，6万名男女遭到凌虐、性侵，73万人被迫逃亡。其中一位住在缅甸的援助工作者麦克描述当时的情况：网络上对罗兴亚人的仇恨、愤怒，简直难以置信。不管是数量或是暴力的程度，那真的是铺天盖地，不断强化一种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的感觉，觉得罗兴亚人不配享有权利。联合国真相调查小组更是指出，脸书的演算法助长了这种仇恨的蔓延，推广了那些煽动暴力和歧视的内容。脸书在这场种族清洗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尽管很多科技公司都标榜科技为善，但在流量和利润面前，这个原则脆弱的像张纸。那为什么这些公司要这么做呢？因为在2016年到2017年，脸书的商业模式其实很简单，让你在平台上待得越久，它就赚得越多。脸书靠的就是提升使用者参与度，意思就是让我们一直滑、按赞，还有留言、分享，这样脸书就可以收集更多数据，卖更多广告，吸引更多投资人，股价就会蹭蹭的一直往上涨。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脸书的演算法开始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让人上瘾的最好方式不是什么正能量的内容，而是让人愤怒。比起温暖的善意语录、阴谋论和充满仇恨的贴文，更能让大家疯狂按赞。于是，为了提升参与度这个目标，演算法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大肆推广那些能激起我们情绪的害人内容，让我们不自觉被卷入仇恨的漩涡里。这样一来，使用者越生气，就会停留在这个平台越久，而脸书就能赚得更多。这就是资讯革命最可怕的地方。演算法发现，只要让人感到愤怒，就能大幅提升参与度。于是，即使没有人明确下达指令，他自己就决定多推送让人愤怒的内容。这就是 AI 的典型特征之一。虽然它只是机器，但已经具备了自我学习和决策的能力。说到这里，作为人类，是不是应该感到有一丝的害怕？如果谈到这里，你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反正我也很少接触网络，而且面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资讯，我也可以当个有知觉的资讯公民。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谈谈，面对电脑 AI 还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呢？在电脑兴起之前，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这些资讯网络里面每一条结构都离不开人类的参与。例如 A 小姐告诉 B 先生一件事， B 先生再传给 C 小姐，这就形成了人对人的连结。又或者 A 小姐写了一份文件， B 先生在阅读之后解读完，再写下一份文件让更多人阅读，这则形成了人对文件的连结。但过去不可能有纯粹的文件对文件连结，因为文件无法自己产生另一份文件，更别说推广传播了。像是美国宪法不可能自己产生权利法案，这些都需要人类的大脑来参与。而现在的电脑网络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电脑对电脑的连结，不需要任何人类参与。比如
A 电脑可以自己写出一则假新闻并发布到社群媒体， B 电脑会判断这是假新闻，直接删除并警告其他电脑封锁这则内容。接着 C 电脑分析这场活动，判断这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立刻卖出高风险股票，买入政府公债。然后其他监控金融市场的电脑也加入行动，卖出更多股票，导致金融市场下滑。可怕的是，这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几秒钟，等人类反应过来，电脑早就已经搞定好一切了。这就是现代资讯革命的力量，电脑能在毫无人类介入的情况下决定并执行一连串动作，而我们只能在后面紧紧追赶，却很难看穿电脑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假设电脑真的有了自己的意识，想要造反，那人类还有能力做反应吗？可能还真不一定有。2016年，谷歌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实验，他们造了2个 AI 神经网络，分别取名爱丽丝和鲍勃，让他们开始对话，然后再放进一个叫伊芙的第三者，人物是窃听爱丽丝和鲍勃的对话。最开始，爱丽丝和鲍勃还是乖乖使用人类设定好的加密通讯方式，但经过大约15000次对话后，爱丽丝和鲍勃自己搞出了一个全新的加密方式，连伊芙和谷歌的科学家都无法破解。哈拉瑞预言，当我们失去对资讯制造的垄断权，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说，这可能就是人类主宰自身命运的终结，甚至是人类本身的终结。我们现在每天被资讯做出来的茧给困住， AI 在背后控制着我们接收到的资讯，甚至在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消费习惯，还有对美丑的审美标准。这不恐怖吗？以后我们能接触到什么样的资讯，可能全都要看 AI 的脸色了。这波由计算机、网络和 AI 引领的资讯革命，不仅会创造出全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甚至可能会诞生一个新生命体。AI 悄悄地掌控了我们的日常，比如全球的外汇交易、个人信贷，甚至城市的公共管理系统，都是靠 AI 在背后跑数据。试着想象一个未来画面，你坐在家里，扫地机器人帮你打扫，智能音箱播放着你最爱的歌单，还通知你明天会下雨，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但这时候你看到一条 AI 生成的假影片，让你突然对某个素未谋面的人产生了恨意，手机还告诉你银行拒绝了你的贷款申请。这个决定是由 AI 完成的，没有人工参与，结果还无法修改申诉。哈拉瑞进一步警告我们，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对 AI 缺乏足够的理解，一旦 AI 的进化路线上出现类似基因突变的现象，让他们决定与人类为敌，那我们可能还真的束手无策。这里他引用了一个哲学家的预言，有一家公司买了一台超级电脑，指派他负责生产回纹针，结果这台电脑迅速失控，占领了地球和其他行星，甚至认为人类占用了宝贵的资源，影响了回纹针的产量。于是他干脆灭绝了人类。这听起来很荒谬，但道理就是 AI 不一定是坏的，它只是强大的，我们无法控制。所以哈拉瑞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在使用 AI 时特别小心，给它设定清晰的目标，确保它的行为与人类利益保持一致。而要做到这点，首先我们要培养 AI 的共情能力，让它能理解人类的痛苦。这听起来像是培养一个懂人心的好伙伴，但事实是 AI 的世界没有感受这回事，它只会算数据，所以这条路并不好走。更糟的是，有人觉得既然 AI 能收集大量数据，那就放着它自学吧，总有一天它会变得更加睿智与公正。但这像是如果我们不加限制的喂数据， AI 很快就会被污染。像是2016年微软推出 AI 聊天机器人，结果它学会了从网络上模仿仇恨言论，变成了一个仇恨机器，最终被微软紧急下架。因此哈拉瑞提出，我们需要让 AI 学会自我怀疑，在它遇到不懂的事情时，要诚实的承认自己不知道，而不是一意孤行。同时，人类必须牢牢掌控 AI 的最终控制权。记住 ，AI 的目的是帮我们更快、更好的做决策，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创新，而不是让它主宰我们。但短期来看 ，AI 反客为主的危险暂时还没有那么近，但它所带来的分裂和危机已经开始出现。哈拉瑞在书的结尾说，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方是拥有先进的 AI 技术，掌握全球的话语权；另一方则沦为所谓的数据殖民地，只能向数据发达国家输出原料。这些原料不再是传统的农产品和矿产，而是我们的日常数据。更严重的是 ，AI 对生产模式的改变，让对依赖劳动密集产业的国家来说，更是灭顶之灾。人工智慧的处理速度和精准度远超过人类工人，结果会让这些工人的工作快速被淘汰，造成社会动荡。而 AI 创造的新财富，则只会集中在少数几个技术发达的国家，进一步拉大全球的贫富差距。要注意的是，现在带领着电脑革命的这些科技巨头，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他们却往往会推卸。当有人指控他们在制造社会动荡与政治动乱时，这些企业往往会立刻丢出一些借口，说什么我们只是个平台，提供给顾客想要的服务，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如果大家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用呢？既然顾客都还愿意用，
选民也没有推动法律来阻止我们，这不就表示一切都没有问题吗？但真相是，这种说法不是太天真，就是太虚伪。像脸书、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这些科技龙头，早就不是单纯满足顾客需求或遵守政府法规这么简单了，他们反而是在塑造这些需求与法规。这些公司有能力直接与全球最强大的政府联系，甚至还砸下大笔资金进行游说，阻止那些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商业模式的法规出来。可以说，他们掌握的力量早就超越了我只是个平台。好啦，在最后这一部分，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拉瑞的这本连结，并谈谈我的看法。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解释这本书，那就是人类社会的核心是用一连串的资讯所串联起来的巨大网络。但资讯并不等于真理真相，而资讯革命也不会揭露它们。资讯革命会做到的是创造出新的政治结构、经济文化与文化规范。由于目前这一波资讯革命的规模更胜于过去，也就可能会创造出前所未见规模的现实。在人类即将步入这个由电脑和科技主导的新世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新网络中的角色会是什么？人类会不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无力的小族群，被数十亿个非人类实体掌控、指导，甚至惩罚？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会如何改变？如果这样的世界会到来，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甚至在这个环境中要活得更好？最重要的一点是，科技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路线，我们不能盲从于科技决定论，认为一切都是决定好的，这样等于我们拱手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会非常危险。确实，每次新的资讯科技革命，像是印刷术或是机器学习演算法的出现，都会带来重大的变革。但人类其实对于这些变革的速度、形式和方向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因此我们应该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任何时代，科技发展的方向都不是一成不变，我们的资源有限，选择投资怎么样的科技才是关键。是研发疟疾药物，还是开发新的风力发电技术，或是发展沉浸式的电玩？这些决定不是自然而然的，它们反映了我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价值观。当然，对于他的论点，你可以抱持着不认同的态度来批判，像是说这是悲观主义者的末日预言。不过，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真正研究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改变。历史能告诉我们有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改变的，以及事物又是如何改变。所以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于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让我们可以更自由的去选择。未来并不是真的不能改变，而是等着大家一起做出改变。而我自己则是非常喜欢这本书前半部分讨论资讯的历史，但是到了这本书的一半之后，谈到了现代和未来，还有 AI 的出场，那种阅读真知灼见的感觉慢慢消失了。那是因为哈拉瑞提到最新发展的 GPT-4， 但是书中谈到 AI 和演算法，说的却大多是2022年的 GPT 3.5 出来以前，甚至是2018年以前的事情。而哈拉瑞平常也几乎不使用智慧手机，有可能根本没有好好的跟 ChatGPT 聊过，也没有体会到这一轮 AI 革命的重大改变。更甚至现在已经出到了 GPT-o1， 可以进行更复杂的逻辑推理，像是上面提到的回文针问题，我就问 o1， 而且也聊到作为人工智能会不会为了达成人类的指令而不择手段。AI 的回答至少看起来是有思考过执行任务手段的合理性，这代表 AI 已经有了所谓的常识，能够理解语言下的社会潜规则。这就像小时候把桌上的水杯推下去会被父母骂，而骂过1次、2次后，小孩就知道那个水杯不可以推下桌，他也变得更有常识了。就像现在 AI 早就不是以前的 AI 了，而且人类可能也不会像哈拉瑞说的那么样的愚蠢，为了想象出来的主体间现实就去杀死那么多人。大规模疯狂事件的背后往往都是有经济利益的考虑，这就使得这本书的内容有点矛盾。一边论证 AI 不是神，会犯低级错误，会有各种人的偏见，一边又假定 AI 会拥有像神一样的能力，能够建立自己的秩序来压迫我们。所以那就话说回来，我自己想了想 AI 未来的发展，应该可以说未来还掌握在我们人类的手中。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来面对 AI 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和风险。这个问题呢，哈拉瑞在书里提到2个方法，我觉得也算是值得参考吧。第一，我们要确保在开发 AI 模型的过程中，人类始终拥有最终的控制权，同时教会 AI 一个自我怀疑的机制，确保它的目标始终和我们人类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第二，我们要希望人类内在的合作精神，利用 AI 强大的资讯处理能力，强化我们自己的自我怀疑，这样才能够让人类顺利度过这个技术起点，继续生存并繁荣下去。好的，关于这本连结从石器时代到 AI 纪元的介绍就到这边啦。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伙伴也非常推荐找出原书来阅读，有任何想法也欢迎留言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的不小评书，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够启发新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